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View。我是葛瑞斯。我这次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：你曾经有被鬼压床的经验吗？我在首先的影片中会跟大家分享，我之前有回台湾的时候采访我身边的朋友，然后我快速简单介绍一下，就是当我在美国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是其中一位我的室友，所以他知道我那时候发生的情况。然后他是玻利维亚的华侨，然后有在待过玻利维亚跟台湾，所以他对于西方跟东方的宗教文化，他其实都还蛮了解的，对很多事情的接受度蛮高，视野很广，所以我会很想要采访他，问他有关于就是这一类的经验。好，开始哦。Hello everyone, Grace here. Hi, it's William. 好干哦。Hi, it's William. 好，这样不错。再次。你想得美。其实第三眼这个，当然我这个也没有真的去深入了解。等一下，因为你刚刚跟我讲说，你可以看到，你注意看人家，你可以看到人家有光圈。对。所以其实你也有这个能力啊，只是你不会特别很 focus 要去专注在这个上面。对，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你是怎样看到那个光圈吗？我帮你讲，因为我不确定，我不要特别说。看一个人够久的时候，对，他就会出现了。因为我觉得说，像有时候你看一个颜色，对，然后你看久了，然后你就去另外一个背影，你就是会。大家会说这是视觉暂留。视觉暂留就是你的光影到那个地方，它还会有之前的影像留下，但是你说你那个它不算是视觉暂留啊。当然不是说每次都会看到，可是有时候可能真的有时候看久了，真的就是会有对。那你会有颜色吗？还是就是一个光晕？它就是一个就没有颜色，微微的光就没有颜色。会有东西在跑吗？它就是一个光，就是有点像光发光那种。哦，所以你也是有啊？那我应该也有。好的。因为我今天算是第一次听到你跟我讲，你也不会特别去跟人家说这个。对啊。所以这一点啊，就是因为我有看很多欧美的跟一些介绍跟分享，他们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大概类似这种感受。只是大家会觉得是不是错觉，或是应该不是真的，你就不会一直 focus 再去想这件事情。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，就像你，其实你有这些感受，只是你不会一直去想，而且你也不会去跟人家讲。对，就是。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，有时候可能比较累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有没有那种感觉是被压的感觉，然后就是不能动？很多人都有在讨论这个。对。那当然，很多人会说，这个是被鬼压。那后来我真的就是因为以前我常会这样子，然后刚好真的什么时候很长？好像我医生，心理医生。你好。没有，其实是我高中的时候最多。那第一次的时候真的吓到，第一次发生就觉得哇，怎么发生什么事情？对。然后可能第二次。对。又发生了那可能第三次就会去觉得说，好，那我有那个感觉的时候，我试着可能大吼还是大叫。你有试吗？有，可是真的没有办法。你有那时候跟你家人讲吗？那时候我有跟我姐讨论，那时候我其实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蛮害怕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那有一些同学就跟我说，是谁来找你啊？那当然那个时候其实蛮担心的。那我朋友就说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你的房间你睡觉之前你就开一个小灯，它就不会来了。有用吗？后来就觉得有用。心理因素吗？也有可能。有可能。对。那可能就是发生了1次、2次。但是你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感受是什么？那感受大概就是你快睡着的时候，对，你就会感觉到你头。就感觉会有一个压力，然后会让你的整个脑袋就有一点越来越紧的那种
紧迫感那种感觉。对，可是它是渐渐的越来越重，越紧哦。那等到被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蛮不舒服的，就是整个就也有一点声音那种那种声音。它那种压是只有在头吗？还是你全身都有被压？当然是头，可是主要头。对，那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吓到，因为后来过了之后，对，我醒了。对。那好，那我就没事了。然后第二次又发生了，那第三次我大概也知道说一开始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，所以我有去测试说，第一次那个快要有那种感觉的时候，靠近的时候，我就要试着喊，还是我要试着动。然后他来的时候，我真的试了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用，对，所以后来我就上网查。那这个就叫做 sleep paralysis， 应该是说科学的一个根据跟说明，对，所以变成是感觉是头脑比身体进行，对，然后导致你现在还醒着，可是还就是整个身体是无法动的，对对，了解。那之后知道这个之后，我就比较安心一点，那也觉得说，应该是这样子。OK， 所以你那时候高中你这样子发生多久？发生大概应该也不是说每一次啦，就是有时候可能一段时间还是，然后后来发现真的是特别累的时候，可能今天有运动的时候就会发生。OK， 对，所以奇妙的。对啊。OK， 那之后就长大之后就偶尔很少会遇到，现在还会吗？可是现在也还好，现在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因为之后我就觉得说，那个感觉快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要怎么去抗这个，就是可能你会去怎么抵抗？我很好奇有抵抗的感受。有那种感觉的时候，你要赶快醒，你就是赶快就是可能起来，然后换一个姿势睡。OK， 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姿势，因为你停留的时候，你就是马上就没办法动。所以你大概有那种感觉的时候，应该是第一个就是要眼睛要睁开，然后就换一个姿势。我之前也是会这样子。但是我没有那么幸运，因为那个东西会一直吸上来，它也不是一个真的一个要压过来，是有很多不同的能量会扑上来那种感觉，就是从脚麻到头顶，就这样整个把我盖起来，所以我以前才会这么害怕。对，所以那你以前是频率很高吗？还是？我晚上其实都睡不好，因为我会很害怕，我很累，我想睡觉。但是当我睡觉的时候，我很害怕那个感觉又会上来，所以我几乎没办法睡好，就是我好几年都没办法真的很好的睡。对。所以从刚刚跟大家分享介绍的片段，你可以知道说，我朋友他的经历跟他处理的方式，我也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说我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在今年的时候，我去旅行，然后我当时那天晚上是准备要睡觉，我那时候就已经半梦半醒之间，我就发现怎么我家人都坐在我床边，就是很想要跟我聊天，就一直聊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大概跟他聊一下，然后我就说，够了，我好累，我赶快去睡觉，我要睡觉，所以就把我家人赶走。所以那时候我要把我家人赶走的之后，那预感又来了。这种事情很难特别用说什么科学去印证，就是你就是有一个预感，它就是会来。我躺得非常笔直嘛，然后我手也是放好的，没有说躺得大字形或乱七八糟那样子。我当下就可以感觉有一股白烟从我的双脚，然后从两侧这样子飘起来笼罩我，就往上这样笼罩我，整个这样笼罩过去，然后飘到我的背后。然后我现在来要示范动作了，就是飘到我的背后，然后突然往前抓住我的胸部。怎么可能？是你自己想太多在做梦吧？老实说，我没有那么在乎你们怎么想，但是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所遭遇的情况，跟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的感受。那以前的我一定会非常受到惊吓，会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会求助无门，也怕说跟人家讲话，人家把我当神经病。所以以前这个情况已经过去了。当下老实说，我并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去思考这些状况，而且我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小男孩，要故意要调戏我。所以虽然说我妈说做人要有礼貌，但是我觉得礼貌是给互相尊重的人，所以我当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心情，保持非常多的母爱，温柔的跟这位弟弟说，弟弟啊，你的手好像放在我的胸部上，
可不可以把你的手移开？姐姐，我感觉很不舒服。当下第一个念头就想说，你死定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有挣扎了一下，我那个挣扎一下其实还蛮快的，没有像大家所谓说好像很久，好像0.0几秒，就是有一开始就是好像动不了，但是一挣扎我就好像挣脱。那时候我感觉一挣脱，我好像是坐起来，然后我可以感觉那个烟感觉是原本是笼罩我嘛，所以它感觉是迅速好像要逃跑，很好玩呢，要逃跑了。我没有要给你逃的意思，所以我那时候意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自觉就有一个反射动作，因为它感觉是像烟一样这样散掉嘛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抓到你是不是要把它凝聚起来，我才能抓到你？就是有一个意念，就是从这边，我把这个烟全部笼罩，我很用力、非常集中意念的把它集中到我手上，它感觉就像一整块，它好像白色的烟那种光晕。然后它也不是光，它就是烟，所以它原本是散的，被我集中到手中之后，我狠狠的给它折了一次。它其实是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反射动作，没有太多的思考，我就狠狠的折。当我折了第一次，然后它感觉似乎散掉了很多，感觉起来是我是认真的，所以它迅速想逃跑。但是我第二个意念就是我没有要给你逃跑的意思，所以我又用尽全身力气的意念，跟整个把剩下的所有东西凝聚到我手中，再狠狠的折。所以那时候我折到第二次的时候，它就唰就不见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哦，好像不见了耶。Interesting， 然后我就倒下去睡觉了。老实说，我是非常相信科学根据的人，因为我自己睡觉我会戴运动手环，我会去想看说我的睡觉的那个频率跟我的作息。我也很相信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事情是现在科学还无法证实，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存在。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相信是可以发生的。然后就像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电影《奇异博士》，他那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因为他身体要休息嘛，所以他灵魂是跑出来，又跑去书库里面继续看书，因为他想要学习，就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。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蛮有趣，因为以前我一定会非常害怕，但是我这次老实说，我觉得只要是类似像这种事情，我管你是人是鬼，只要是你是要故意刻意侵犯到我，就是一定要反击啊！我又不是白痴，一天到晚让你们这样子侵犯。对啊，你生下来是有价值的，你不是生下来就是感觉好像平白无故，人家对你怎样你就是要接受。然后我也想教大家说，遇到这种状况你可以有什么反应。首先我不能完全保证说这是100%可以达到的事情，然后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去思考每个人个人的身体状况跟精神压力，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只有一件事情，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单纯一件事情，它是全面性，可能跟你的饮食啊、你的作息啊、你的精神压力啊，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。但是除了这些之外，你的灵性这一块也是大家一直去忽略的，你也可以试着去相信、去了解，你可以去试着接受你有这样的感受。那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你首先可能要去思考，你是不是有侵犯到别人呢？或是他其实恶意故意要去跟你开玩笑？那你是不是自己要学会自己保护好自己，而不是等着某一位人来帮你？如果在你当下被鬼压床的情况，你可以头脑是意识清楚嘛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从天空中有一股光，白光照到你身上，从你头或是从你身体任何一个地方照下来，是整个照下来笼罩到你全身。所以那时候当下你是充满力量的，就是以那时候的情况，如果当你已经充满了力量，你可以感觉你是有能力可以去抵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试着挣脱。如果有一些东西不舒服的东西出来，你也可以试着去想象中你手上有光的一个什么木棒啊、棒球棍啊，或是菜刀，任何你可以去攻击的。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意念投射，所以你可以去想象，去保护好你自己，这是其中一个方法。然后就像我之前还有影片中跟大家分享，所有一切都是意识投射，你所想象的，你一直把你的恐惧一直想象会投射到那个物体上面，就表示你把能量、恐惧的能量赋予给它，让你感觉你更渺小，它更巨大，你就会无止境的一直很害怕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或分享，那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